Hello， 大家好，欢迎关注网上车市。2021年了，新年伊始，特斯拉就给了大家一波惊喜，让非常多人心心念念的 Model Y 也终于在元旦1月1号这天到来了。本来啊，我以为这又是一波割韭菜，没想到特斯拉居然把这个镰刀伸向了自己，33.99000到36.99000的售价，比之前发布的预售价低了10多万，让不少人觉得啊，真香啊！确实，本来啊，刚开始我也没想到，我觉得 Model 3的销量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却没想到这个 Model Y 刚刚发售1天，订单量就破了10万架，着实令人有些惊讶。今天啊，我就来到了这个位于姚家园的特斯拉体验中心，来看看 Model Y 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其实啊，第一眼看到 Model Y 就感觉这个车好像比 Model 3胖了不少，但是整个设计上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 Model 3的影子。当然了 ，Model Y 作为一个和 Model X 同样的这种 SUV 车型，整个车的比例还是要非常高的。这个视觉宽度很好，这台车的比例呢，车长达到了4.7米，而车宽呢1.9米，车高1.6米，轴距达到了2.8米，所以在尺寸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比 Model 3大了一圈。所以一会儿到空间部分，我们来聊一下内饰的这个空间感。当然了，在设计上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多这个 Model 3的影子。很多人都在说这台车就是一个 Model 3跟 Model X 的合体，我觉得还是它有独特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整个的设计很熟悉啊，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LED 的大灯呢，采用了远近光一体的设计，并且带有透镜，这个照明效果可想而知。而下方呢，和 Model 3也是如出一辙，这个横贯式的 LED 日间行车灯很有特色。车身侧面呢，是我非常喜欢 Model Y 的一个地方，整个车结得非常的饱满，而且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实拍的这个长续航版本的这台车呢，也选装了这个20寸的大轮圈，黑色的这个配色加上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饱满。如果对运动有追求的朋友，这个轮圈一定是最为推荐选装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车呢，其实和现在改款 Model 3有一样的地方，也是和前款 Model 3有区别的一些地方。首先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车的外观组件有很多地方都变黑了，黑化后的呢确实衰了不少。一个是这个位于这个侧翼子板上的这个探头的这个位置变成黑色的了，其次整车的门把手还有可以看到这个窗边的饰条都采用了这种黑色的处理，而且呢采用了这种亚光色的这种感觉，很有质感。最重要的是啊，可以看到这个 Model Y 的侧身，整个的这个造型是非常帅气的，而且呢，为了增加它的这个运动感，在尾门的上方呢也有一个略微向上扬的这个小鸭尾，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用心的。然后整个车尾除了灯组和中间的这个横贯饰条，我觉得和 Model X 有所区别以外，大体的设计确实跟 Model S 真的很相似了。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我比较喜欢它的，就是作为一个电车啊，虽然没有排气的布局，但是呢，它这个后杠采用了这种撞色的设计，而且塑料的这个材质有一个比较蜿蜒的这个小边儿，让这个车看上去非常的运动。你还别说，我仔细再端详一下这个小边儿，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阿斯顿马丁？我有一非常惊喜的发现，就是在 Model Y 上居然标配了电动尾门。而且呢，这台车既然作为一个 SUV 车型，而且呢又有着1.6米左右的这个车高，它的内部空间自然是非常出色的。可以看到，这后备箱打开以后，官方宣称它有1919升的容积。同时呢，在这个两侧我也发现了可以一键放倒第二排座椅的这个按键，拓展后的后备箱绝对是非常实用。而且在这里，男人的最爱就是下面有一个非常深的储物槽，藏一点小私房钱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坐进 Model Y 的内饰啊，你会找到非常熟悉的感觉。没错，跟 Model 3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但是有几点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这个中控台上的这个木质饰纹一直延展到了两侧的门板上，质感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呢很有层次感。同时，我觉得这个木纹啊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这台车的一个豪华感，让人感觉坐进车里会有一种温馨的小感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控台这个区域了。原来前方的这个区域呢，变成了这个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而且底下是这个翻毛皮的材质，手感非常棒。中间的这一块隔板呢，原来是上翻的，但是现在呢变成了这个滑动的，而且这个阻尼感非常出色。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呢，就是坐进 Model Y 的车内，你会瞬间就感觉整个的坐姿比较高。没错，因为你从这个座椅的两侧能看到它地台延展大概要多出这么多。而且还有一个小细节的变化，就是它的这个迎宾踏板也变成了纯黑色的，这个质感很强。然后呢，这台车由于它的车高达到了这个1.6米左右，所以呢，整个在这个车内的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具体乘坐感怎么样，我们还是到后排再聊。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 Model Y 的后排，可以看到我们先来比划一下空间。我身高1.74米，体型呢算是较胖的这种。然后呢，坐在这儿，现在整个这个坐姿是比较舒适的，而且前排座椅呢也保证了一个我的驾驶位置。头部空间大概1拳2指左右，然后呢，腿部空间2拳有余。
然后这台车整个的乘坐空间呢，因为得益于它这个2890的这个轴距，确实要比 Model 3宽敞了不少。而且呢，可以看到它头顶的这片全景天幕呢，也是相较于 Model 3有所区别。原来这儿有一根横梁在 Model 3上，然后 Model Y 呢变成了一个整个的硕大的这个全景的这个天幕，视觉效果会更为通畅。而且呢，我觉得也缓解了一定的这个后排的压抑感。再说回配置上，就是这台车呢标配5个座椅的座椅加热，同时呢也带有方向盘的加热。对于冬天的北方用户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福音。甚至于中间这个小小的座椅都被照顾到，而且呢，整个座椅的这个填充物是非常柔软的。我觉得皮质用料啊，搭配缝线也挺细腻的。但是有一点是需要吐槽的，就是刚才我也说了，这车坐姿偏高的同时呢，这个坐垫儿。这个整个的这个长度又不是特别够，对腿部不能起到一个特别好的承托，仅此而已。但是整个的乘坐感，我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相较于 Model 3来说呢，要舒适了不少。动力部分呢 ，Model Y 呢其实是推出了2款车型，均是全轮驱动，搭载前后双电机。我们今天实拍的这个长续航版本的车型呢，前后电机综合最大功率呢达到了317千瓦，峰值扭矩545牛米。官方公布的综合续航里程呢达到了594公里。同时啊，在这个新款 Model Y 上呢，也增加了一个热泵空调来提升能效。其实呢 ，Model Y 是推出了2个版本配置车型，一个是这个长续航版本，也就是今天我们拍的这个；一个是高性能版本。但是呢，刚才我咨询了一下 4S 店的销售人员啊，现在只有长续航版本是正式开售的状态，目前下定呢，大概交付时间在2到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高性能版本的车型呢，目前只是一个预售的状态，具体交付时间还是待定的。本来我对这个割韭菜的特斯拉不是那么感冒，但是吧，看完这个长续航版本只卖33.999的这个 Model Y 之后，我还有点那么心动。毕竟空间也实用，外观颜值也不错。这个价格虽然说特斯拉降价以后，对于这个豪华品牌打压不明显，但是对于自主品牌绝对是致命一击啊，让很多的这个自主电动车绝对是没有活路了。刚才我也跟销售聊了一下，如果您现在订 Model Y 的话呢，3个月之后就可以提车了。哎，想想还是挺香。好了，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订车了，拜拜。